最近我发现了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烧脑韩剧，它让我感觉不是在看剧，而是全程都在玩剧本杀。富豪画家在分遗产的前一晚离奇死亡，豪宅里的每个人都个怀鬼胎，整个剧本环环相扣，反转不断，你绝对猜不到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们话不多说，8人本剧本杀正式开始。这个坐在 C 位的老头是韩国顶尖的画家，因为被医院查出胃癌晚期，只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。为了安顿后事公布遗嘱，画家今晚把一家人都叫到了一起。坐在左边的是画家的前妻，两人离婚20年，但却还一直住在一起。而右边这个女人是他离婚后再找的情人，两人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也是画家唯一的亲生骨肉。剩下的还有画家的弟弟、发小、侄女、侄子，还有在这间别墅干了17年的保姆，一共8个人都在靠着画家活着。一听到要分遗产，画家的弟弟立刻开始献起了殷勤，说自己带了很贵的保健品，可以让大哥再创巅峰。可画家却根本不吃这一套。어차피 시아무니까 얼른 죽어서 유산이나 남겨달라는 거야? 画家非常讨厌这个弟弟，因为他经常拿画家的钱去做一些非法生意，光监狱就已经进去过5次了。刚骂完弟弟，画家喝了一口汤，差点被咸到原地去世。于是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保姆，并且让保姆写一份5000字的检讨书。 혹하면 그놈의 심할서... 네. 情人眼看表现的机会来了，立刻夹了一大块肉给画家，可画家却一脸嫌弃地将肉扔回了盘子里。 돈 필요한 모양이네. 또 알랑거리는 거 보니. 어머 아니에요 그런 거. 아니 이게 뭐가 아니야. 내가 어디 한두 번 당해? 이런 식으로 뜯어간 돈이 빌딩 한 채 값이야. 오늘은 택도 없으니 이렇게 알아. 画家膀胱一扫，发现侄女的妆化得很浓，直接开怼。 얼른 가서 못 찍어! 没办法，侄女只好起身照做。在这么多人中，只有画家的亲生女儿受不了这样的家庭，于是决定起身离开。 버르장 머리 없는 듯. 내일 죽을지 모레 죽을지 모르는 지혜비 눈 한번 제대로 안 마주치고. 面对这样的父亲，小雅根本不想拍马屁，可父亲接下来的话却震惊了所有人。 내가 핏줄 챙기는 사람도 아니고 누구도 내 재산 마음대로 가져갈 생각하지 마. 可对小雅来说，遗产和缺失的父爱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话虽如此，可小雅还是被有心之人悄悄盯上了。因为按照法律程序来讲，小雅是画家的亲生女儿，是遗产继承的第1顺位。当她晨跑结束准备回家时，一个花盆忽然从天而降，差点砸中小雅。惊魂未定的小雅抬头一看，楼上却空无一人，女儿差点归西。小雅的妈妈彻底坐不住了，立刻召集了房子里的所有人，势必要找出这个扔花盆的凶手。但可惜这里是监控的死角，所有人都说自己不知情。现在所有人的重心都在画家的遗产上，根本没有心思去彻查到底是谁扔的花盆。话题没说几分钟，就又绕到了遗产上面。看着两眼放光的妈妈，小雅失望地离开了。可让她万万没想到，堂哥忽然跑来开始阴阳怪气。 한동안은 여러모로 조심하는 게 좋겠다. 가능하면 적은 만들지 않는 게 좋아. 그 한 명이 오빠일 수도 있는 거야? 난 그게 너일 거라고 생각해 본 적 한 번도 없어. 그러니까 이런 짓 할 이유도 없지. 这头刚说完，另一边的堂妹也来搞事情。 괜찮아? 죽을 뻔했다며. 내가 죽을 뻔한 게 스몰 토크야. 안 죽었잖아. 听到这话，小雅立刻走向了堂妹。 사람 목숨 가지고 농담한 대가. 第2天一早，慧珍在门缝下发现了一封信。至于里面的内容，这里先卖个关子。画面一转，画家的生日宴会正式开始。当记者问到画家为什么还和离婚20年的前妻住在一起时，画家是这么说的： 형식은 중요치 않습니다. 전 25년 전 이 사람과 결혼식을 올린 이후로 제 인생에서 처음이자 마지막인 반려인은 오직 이 사람밖에 없다고 생각을 하거든요. 站在一边的慧珍可听不下去了。 놀고 있네. 这让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。慧珍说完后就拍拍屁股走了，直到采访结束，她着急忙慌地光着一只脚从外面回来。两人在过道撞见后大吵了一架。大家注意，这是第1对在生日宴会吵架的人，因为紧接着又有一对人吵了起来，那就是画家和他的发小。这发小当年也是美术生，只是因为自己怎么画也不出名，最后被画家叫来当自己的贴身助手。最近因为画家的作品被抄袭，可发小却始终没有查到这个人是谁，于是画家大发雷霆。 언제까지 이렇게 손 놓고 있을 건가? 넌 항상 일을 이렇게 설렁설렁하는 게 문제야. 그러니까 평생을 이 모양 이 꼬라지로 살지. 即使被画家这样侮辱，发小也只能咬牙忍住。谁让自己没本事，只能靠画家养着呢？到了晚上9点半，生日晚宴正式开始。慧珍端着一杯果汁递给了画家，可画家却一脸嫌弃地接过放在了桌上，然后告诉大家： 시한부 판정받고 1년. 그동안 나한테 잘 보이느라 고생 많았어들. 내일이 유언장 공개 예정이라 다들 모이라고 한 거고 내 마음대로 줄 거니까 어쩌고 저쩌고 터달지 말고 짓거리지도 마라.
내 거 내 마음대로 주는 거니까. 此话一出，弟弟立刻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嘴巴也变得很甜，说只要吃了这个，保证哥哥长命百岁。慧珍也不甘示弱，赶紧拿出用画家的钱买的奢侈品送给画家。侄子也立刻献上了一幅画家的肖像画，前妻立刻上前让画家拆开礼物，画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照做了，可结果顿时间现场乱成了一锅粥，肖像画也被弟弟给毁了，画家彻底被这帮老六给气炸了。好好的生日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，但更让画家意外的是，前妻忽然冒出的一句话：“당신 생일 파티 평생 기억에 남을 거예요. 어떤 의미에서든지。”说完后还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不巧这番话刚好被保姆听到，原来这对在外人眼中的和谐夫妻，背地里其实也没这么恩爱。当保姆去厨房准备给画家配药时，发现画家的弟弟正在那里鬼鬼祟祟。赶走他后，慧珍又神秘兮兮地走了过来，非说自己要亲自给画家送药。 뻔하네. 또 돈 얘기하려는 거겠지? 又过了一会儿，保姆端着尿壶碰到了画家的前妻，她竟然大半夜从小叔子的房间里出来，表情还异常的紧张。看到保姆后立刻变脸， 서방님한테 할 말이 있어서요. 有什么事非要大晚上谈呢？第二天一早，保姆像往常一样给夫人送咖啡，可今天的夫人却非常奇怪，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不管怎么叫她都没反应，这可把保姆给气坏了。果然，艺术家的亲人也都很奇怪。最头疼的是，马上要去叫画家起床了，每次去叫都会被画家臭骂一顿。保姆灵机一动，把这个宝贵的机会交给了小雅，小雅也没有拒绝，于是端着咖啡来到了爸爸的房间，叫了几句爸爸起床，可爸爸却毫无反应。 于是就把咖啡放到桌上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可刚走了几步，就发现了有些不对劲。爸爸好像睡得非常深，连呼噜声都没了。他缓缓靠近父亲，尝试用手去推醒他。可当小雅碰到父亲的那一刻，他彻底震惊了，因为父亲的身体已经彻底凉透了，并且嘴唇发紫。 听到动静的所有人立刻赶了过来，大家都惊呆了。而在这些人中最惊慌的就是慧珍。大家是否还记得在生日宴的早上，慧珍在门缝下捡到的那封信？信里的内容赫然写着遗嘱2个字，而拿到遗产的关键信息却被打上了码。第2章则是打开存放遗嘱保险柜的方法，里面还附有一把保险柜的钥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送信的人到底是谁呢？如果是画家，那这封信就一定就是一场考验；而如果是其他人，那一定就是陷阱。自从收到这封信，慧珍的心就没有静下来过。她暗中观察别墅里的所有人，发现每个人都有可疑。与其胡乱猜测，还不如先去看看画家的遗嘱到底是什么。于是慧珍趁着记者采访的间隙，偷偷溜进了画家的房间。刚准备打开保险柜，保姆竟然刚好进来打扫。如果被发现的话，真的解释不清楚了。于是慧珍灵机一动，发短信约保姆在后花园有紧急的事情商量，这才终于逃过一劫。 祸不单行，当慧珍准备再次打开保险柜时，画家的弟弟鬼鬼祟祟走了进来，两人刚巧碰到。幸好画家的弟弟比较憨，慧珍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混过去了。可这下也彻底失去了偷看遗嘱的机会。正在这时，慧珍忽然想到画家的前妻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如果偷偷给画家搞上一颗，那半夜就可以趁画家熟睡的时候去开保险柜了。于是慧珍立刻潜入了前妻的房间，找到了那瓶安眠药。可不巧的是，前妻刚好回来，慌忙之下。 慧珍从房间的窗户翻了出去，一路小跑还扭伤了腿。等她慌慌张张从正门进来时，刚巧碰到了前妻，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场景。生日晚宴前，本想在画家的水杯里下药，可碰巧开饭了，吓得慧珍赶紧收起了药包。到了晚上，生日宴会正式开始。 慧珍偷偷在画家的橙汁里下了药，然后一脸殷勤地端到了画家面前。可没想到画家一脸嫌弃地放在了桌上。最后因为整蛊玩具的事情，画家一口都没有喝，真的太难了。到了深夜，他从保姆那里夺过画家的药片，说要亲自给画家送去。他趁四周没人的时候，终于成功将安眠药混了进去，并且亲手为画家吃了下去。时间来到凌晨2点钟，慧珍偷偷来到画家的房间，画家果然睡得很深。于是慧珍按照信里的方法顺利打开了保险柜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个打码的关键信息竟然写的是：如果未经同意阅读遗嘱，那么阅读者就会被排除在继承人名单之外。这句话吓得慧珍立刻将遗嘱放了回去，然后赶紧跳回了自己的床上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就听到了女儿的尖叫。以上就是慧珍视角的回忆了。而慧珍之所以如此慌张，是因为她不确定那瓶安眠药中的药片到底是不是真的安眠药。如果不是，那自己岂不是变成了杀人凶手？到时候不仅没有遗产，还要进监狱度过余生了。看着眼前痛苦的前妻，慧珍怀疑这封信就是前妻给自己设下的陷阱。她这么做就是为了引自己去偷安眠药，然后顺理成章除掉自己。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，画家发紫的嘴唇足以说明他是中毒而亡，并且手臂上还有被注射过的痕迹，目前很有可能是他杀。再加上查看了房子的所有监控，确定一整个晚上没有外人进入，这就表示
杀害画家的真凶就在这8个人之中。而在案发当晚，好几个人都听到走廊有脚步声，画家的侄子一口咬定声源是从小雅房间传出来的。小雅也丝毫不慌，直接开口要求警方验尸，这可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警方开始对8个人逐个做笔录，可奇怪的是，当警方问他们画家是个怎样的人时，每个人的回答都出奇的一致，都在为画家说好话。 속정 깊은 형이었죠. 지 핏줄한테는 끔찍한 사람이었어요. 겉으론 까칠해도 좋은 분이셨어요. 친구라기보다는 가족 같은. 아버지 같은 분이셨어요. 这就奇怪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1次聚餐的时候，画家把在座的所有人都狠狠地对了一遍，句句扎心，一点也不留情面。按照正常逻辑来讲，被对的每个人对画家应该都有恨意才对。也许有的人会说，首先要排除小雅，因为她对爸爸的遗产并不感兴趣，完全没必要杀害爸爸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当小雅第1天来到这里时，就经常有个湿漉漉的小女孩出现在小雅面前，而这个小女孩就是小雅小时候，这让她不断浮现出小时候差点溺亡的回忆。当时的岸边恰恰有个身影正冷漠地看着她。不仅如此，在小雅幼年时期曾遭受过欺凌，经常一个人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。如此可怕的童年，到底是谁造成的呢？是画家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小雅也就有了足够充分的杀人动机。这样一来，8个人全部都有了作案嫌疑。而另一边，慧珍已经气昏了头，她一口咬定是前妻设局害自己毒死画家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因为她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来证明这一点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慧珍带着这瓶安眠药来到药店，让老板帮忙确认一下瓶子里到底是不是安眠药。万幸的是，老板十分确定这里面的确是安眠药，这下可把慧珍给乐坏了。这就表示画家的死和自己没关系了。于是，一开心又买了一大堆奢侈品回到了家。可不巧，正好碰到了被自己误会的前妻。慧珍知道自己理亏，随便敷衍了几句就准备离开，没想到被前妻一把按在了墙上。 앞으로는 입조심하는 게 좋을 거야. 한 번은 참지만 다음은 어떨지 나도 장담 못하니까. 很快，警方开始对保险柜进行了调查，里面的遗嘱早已经不翼而飞。而就在这时，大厅的灯光忽然熄灭，警员要求所有人伸手检查。他拿出紫外线灯，对每个人的手掌进行照射，最后在慧珍和画家弟弟的手上发现了异常。原来，画家在遗嘱上涂了一层特殊漆，只要碰过遗嘱的人，手上都会留下这种漆。平时看不出来，但只要紫外线一照就能发光。就这样，慧珍和画家的弟弟被警方以嫌疑人的身份带走，这让小雅无法接受，竟然有人设局陷害自己的妈妈。为了找出凶手，小雅立刻来到画家的房间，因为柯南曾经说过，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案发现场一定会留下凶手的蛛丝马迹。在经过一阵疯狂的翻找后，小雅果然在桌子的缝隙中发现了端倪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内容彻底惊呆了小雅。原来爸爸并没有得胃癌，只是做了一个胃部的手术，并且上个月已经痊愈了。这就奇怪了，爸爸为什么要故意隐瞒这件事呢？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画家的法律代理人来到了别墅。原来这份遗书分为2部分，丢失的是遗嘱的前半部分，而律师手上的则是遗嘱的后半部分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画家竟然对保姆一视同仁，和其他亲属一样，在场的8个人每人获得遗产的10%。但要想得到这份遗嘱，还有2个硬性前提：第一，事先看过遗嘱的人取消继承权；第二，与画家死亡有关的人也将取消继承权，而本属于那个人的遗产将平均分配给其他人。所以，请大家相互监督和举报。还没完，要想这份遗嘱生效，必须找到遗嘱的前半部分才行。如果10天内还找不到的话，遗产将按照法律规定全部由直系亲属小雅继承。保姆当场就坐不住了，这到嘴边的鸭子怎么可能让它飞了呢？于是保姆借着打扫的名义，将整个别墅翻了个底朝天。虽然遗嘱没找到，却歪打正着在厕所的排水沟发现了一个注射器。好家伙，杀害画家的凶器就这样被找到了吗？惊魂未定的保姆还没缓过神来，就又碰到了画家的侄子。他看着手上的注射器，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凶器，所以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小雅的房间，那他就会成为头号嫌疑人，到时候自然就会失去继承遗产的权利。保姆一听这话，吓得赶紧起身离开。可侄子一直反复提醒保姆50亿遗产，保姆还是牙关一咬，决定拼了。孔子曾经说过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他趁小雅不在的时候，把注射器放进了他的包里，而最终警方也在小雅的包中发现了这枚注射器。再加上小雅的专业就是护理学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最终，小雅被警方带走。保姆看着这一切，既紧张又兴奋，期待着自己拿到遗产的那一天。可这份期待很快就被画家的弟弟打破了。他说，如果小雅涉嫌杀害自己的爸爸，那他就会失去遗产的继承权。如果遗嘱还是找不到，那么所有的遗产就会由我这个弟弟继承了。阿西吧。
果然读书少容易被骗。保姆立刻找到侄子理论，可没想到侄子不但不慌，还说保证保姆能拿到遗产的10%。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别慌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由于证据不足，小雅被放了出来，还故意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。他说警方正在提取注射器上的指纹，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露出了紧张的表情。吃完饭后，小雅找到了保姆，开门见山地质问保姆为什么要把注射器放在自己包里，是谁指使的？眼看事情被戳穿，保姆只好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说自己是在厕所的下水道发现的注射器，可他却没有把侄子供出来，因为毕竟侄子承诺会给自己遗产的10%。这场闹剧过后，小雅决定主动出击，她将爸爸没有得癌症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前妻和发小，因为这2个人每天陪在画家身边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而注射毒药的凶手一定是知道这件事的人，不然完全没必要毒杀画家，只要等他癌症发作就行了。经过这么一分析，凶手的范围瞬间缩小到了2个人。可你以为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非也。正当大家以为凶手即将浮出水面时，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尸检结果显示，画家的死因根本不是中毒，那是死后才被注射的，而真正的死因其实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，再加上画家本身就对安眠药过敏，所以才导致休克死亡的。好家伙，绕了一大圈，难道真的是慧珍失手杀了画家吗？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，因为警方在画家的体内发现了足足5粒安眠药的量，可慧珍明明只给画家吃了1粒，这就表示还有其他人在当晚给画家下药。慧珍越想越害怕，于是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女儿，还把那封神秘的信交了出来。没想到母女间的谈话都被另一个房间的侄子偷听到了。这小子长得很白，心却很黑啊。于是小美决定暗中調查另外4顆安眠藥的来源，而其中最容易下药的肯定就是保姆了。她故意当着保姆的面，用棉签沾取了餐具和榨汁机上的残留物。 특히 믹서기 칼날은 제대로 닦기 힘들어서 음식물 잔해가 남아있을 확률이 크다고 하더라고요. 这下保姆真的慌了，赶紧溜进小雅的房间，将这些证据和口袋里的棉签调包。可没想到，这其实是小雅设下的圈套。保姆的一举一动都被不远处的手机录了下来。看来这保姆确实给画家下了安眠药。可保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在生日宴会的早上，保姆也收到了那封神秘的信。她和慧珍一样，都想到了同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给画家下安眠药。但和慧珍不同的是，当晚她打开保险柜，并没有看到遗嘱。 就是说，在那之前，遗嘱就已经被人拿走了。目前已经找到了2颗安眠药，那么剩下3颗到底是1个人、2个人还是3个人下的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当天晚上，小雅将这封信拿了出来，并且问在场的所有人谁收到过这封信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所有人都举手表示收到了，但是他们都说自己没有去打开保险柜。只有最老实的发小承认自己也给画家下了安眠药，但当晚打开保险柜后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为了避嫌，还特意擦掉了保险柜上的指纹。到目前为止，3颗安眠药的来源已经找到。这时腹黑的侄子又开始搞事情了。他说在场所有人都收到了那封信，只有小雅没收到。难不成传信的人就是小雅？然后在这里贼喊捉贼，因为这里最有必要藏遗嘱的就是小雅。只要遗嘱不被找到，画家所有的财产都会归小雅所有。顿时间，小雅成为了全家人的公敌。到了半夜，尿急的小雅去厨房喝水，而喜欢窃听的侄子也在这时跟了上去。正当小雅喝完水准备回房间时，一个神秘的黑影悄悄逼近。下一秒， 堂哥看到后立刻掏出手机，打算叫救护车。可就在播出的前1秒，他犹豫了。如果妹妹就这样挂了，岂不是可以少一个人分遗产？想到这里，男人起身离开了现场。直到第2天一早，一夜没睡的男人听到了外面的尖叫声，于是赶紧冲了出来。在场的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慌张，所以到底是哪一匹披着羊皮的狼混在羊群中呢？万幸的是，小雅只是受了点轻伤，并没有大碍。正在这时，小雅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，里面是一篇关于家族成员争遗产的帖子，并且所有人物关系和信息全都被公布了出来。不用想，这一定是堂妹的杰作。于是小雅立刻回家质问堂妹这是怎么回事，而堂妹的回答也让小雅大吃一惊。原来堂妹希望借助网友的力量，一起集思广益找出真凶。不得不说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刚发布才没多久的功夫，家族几人的黑历史都被网友扒了出来。小雅忽然想到堂妹特别喜欢拍视频，也许在生日当天有拍到凶手的线索也说不定。于是2人立刻打开了当天的视频，虽然没拍到凶手，但却记录下了当天所有进入过画家房间的人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所有人只好坦白。第一个进入房间的是画家的侄子，他刚准备输入密码，就碰到了慧珍进来，于是立刻躲进了更衣室。没过一会儿，保姆走了进来，结果被慧珍的一条短信叫去了后花园。再来就是画家的弟弟，2人在房间碰面后，慧珍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。正当画家弟弟打算输密码时，却发现了躲在更衣室的侄子。这么一套下来，所有人都没有在当时打开过保险柜，调查的进展再次陷入了僵局。
而就在这时，保姆在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双带血的袜子，这双袜子正是侄子的。 빛나를 골프채로 내리친 거 너지? 眼看已经无法狡辩，侄子只好说出了真相。他说，当天晚上自己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，但可惜没有看到凶手的脸。画家的弟弟一把拽起了侄子，质问他为什么对妹妹见死不救。大家开始对侄子集体声讨，被惹毛的侄子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直接把这段时间窃听到的秘密放了出来。慧珍偷偷给画家下了安眠药，画家的弟弟又在外面搞肮脏事，保姆在房间咒骂画家是个老不死。 经过这么一曝光，所有人的遮羞布都被扯了下来。无奈之下，前妻只好请来了画家的律师，看看怎么处理窃听的事。可没想到，律师的到来又揭开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：原来画家早就将侄子收为自己的养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遗嘱找不到，他将会和小雅平分画家的所有遗产。难怪当初他这么自信的承诺可以给保姆10%，这个侄子是真的够阴险，一直隐瞒这么重要的信息。相反，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找到遗嘱，那么去除下药的人以外，其余的人能得到遗产的比例将会增加。慧珍一口咬定侄子就是打晕小雅和藏遗嘱的凶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独吞画家的所有遗产。可侄子却一口否认，因为慧珍根本没有证据，而小雅却恰恰相反，因为她善良的性格，希望能尽快找到遗嘱，让每个人都能分到遗产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如此神秘的遗嘱竟然就藏在这堆垃圾中。经过律师的验证，这份遗嘱竟然是真的。那么按照遗嘱规定，画家的遗产就要平分给大家了。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目前安眠药已经找到3颗，那么剩下的2颗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小雅在生日会的照片中发现，侄子曾经递给画家一盒巧克力。大家都知道画家平时喜欢吃巧克力，那么在这里面下安眠药绝对有可能。于是小雅和堂妹想到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办法。 他们用陌生号码将这张照片发给了侄子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晚上，心虚的侄子跑到画家房间，打算销毁证据，正好被小雅和堂妹抓了个现行。可嘴硬的侄子还是不肯承认下药的事情。行，既然你不承认，那就证明给我们看。侄子硬着头皮连吃了3颗，结果被逮捕的侄子从审讯室醒来。既然被揭穿，那就大家一起使。窃听小王子最终供出了最后一粒安眠药的来源，那就是画家的弟弟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场面？这就是画家弟弟在偷换安眠药。好了，下药的5个人都被找了出来，可你以为剩下的人就可以平分遗产了吗？非也！大家千万不要忘了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这个投放匿名信的神秘人。这5个放安眠药的人只是被他利用了而已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出这个送信的神秘人到底是谁。这时候就有自作聪明的小伙伴举手了。那剩下3个人除了小雅和堂妹，不就剩下前妻了吗？那么送信的神秘人肯定就是前妻了呀。同学，你们还是太年轻了。谁告诉你送信的人不能是放安眠药的其中一个人呢？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身份隐藏自己啊！到目前为止，整件事情还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。8个人中，只有小雅没有收到那封信。那么我们不妨从杀人动机分析看看。在生日会的前一天，保姆被画家臭骂了一顿，还被罚写检讨书。事后，保姆为了发泄情绪，把晚餐用的鸡剁成了渣。画家的发小恰恰相反，每天只会笑呵呵，不像是有怨念的人。而画家的侄子就有点奇怪了。之前和画家在花园聊天的时候，他看画家的眼神让人毛骨悚然。至于慧珍和画家的弟弟，两人虽然很贪财，但确实没有谋划杀人的智商。小雅提出去每个人的房间搜查一下，也许能找到写过信的痕迹。可2个人翻遍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。而警方这边也向前妻了解了关于画家1个月前休克的情况。主治医生说那次休克并没有任何异常。小雅觉得前妻的话不可信，于是亲自找到了画家的主治医生。当他提起1个月前休克的事情时，医生的表情有点耐人寻味。于是小雅临走前留下了一句话： 아빠 가족은 그 여자가 아니라 저예요. 선생님은 유인호 환자 담당 의사시고요. 医生很显然隐瞒了什么事情。过了几天后，爸爸的律师又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。 사모님이 최근에 혼인신고 얘기를 꺼낸 적이 있거든요. 혼인신고요? 작가님은 난감해하셨죠. 시한부 상태에서 결혼이란 게 일반적이지는 않잖아요. 在画家的葬礼结束后，良心发现的主治医生找到小雅，将画家之前休克的真相说了出来。原来之前休克也是因为安眠药，只是前妻再三交代医生把诊疗记录删除。医生当时以为不是什么大事，就照办了。这下小雅终于确定，前妻就是那个送匿名信的神秘人，因为只有他知道画家对安眠药过敏。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前妻依然表现得非常淡定，因为小雅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切。另一边，安眠药5人组决定主动出击，只要其中1个人主动承认是幕后黑手，那么剩下的人就能继续继承遗产。分到遗产后，再由其余4人平均分给他。好家伙，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呀！但我想请问，谁去当这个大冤种呢？几人很有默契的一起看向了保姆。 생각해봐요. 50억. 就这样，为了拿到高额遗产，保
保姆终究还是妥协了。到了晚上，小雅和堂妹趁前妻出门的间隙，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开始搜查。最后果然不出所料，在前妻的电脑中发现了一张保险柜的地图，这和遗嘱上的图片一模一样。这下前妻终于跑不掉了。另一边，保姆还在警局中上演自首大戏，可她拙劣的演技差点把警官都逗笑了。 근거약도 이런 거 그릴 줄은 아는 거예요? 사람 무시하는 거예요? 나이 든 사람은 뭐 컴퓨터도 못할까봐. 虽然气势很足，但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。他接到小雅打来的电话，说已经找到了幕后黑手的证据，写信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画家的前妻池雪英。本以为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可就在小雅准备回房间时，他发现走廊的时钟停了。按道理，这个时钟如果没人动它，它是不会停的。于是小雅走近仔细查看了一番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时钟里竟然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，里面还有一张储存卡。小雅立刻调出了监控记录，因为这个角度刚好能拍到送信的人。可当他打开文件后，一个惊天大反转又来了。没想到送信的不是前妻，而是画家自己。这到底是什么骚操作？画家为什么要布这么一个局杀死自己呢？小雅和堂妹实在想不通，画家为什么要给每个房间送信？难道艺术家自杀都要这么抽象吗？ 시한부에서 겨우 벗어난 사람이 자살을? 뭔가 앞뒤가 맞지 않긴 해. 没错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人动了手脚，然后顺水推舟干掉了画家。如果按照这样推理，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通了。画家之所以送信，其实就是想看看到底谁觊觎自己的财产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遗嘱上面会有荧光漆。只是后来被神秘人暗箱操作了一番，导致5个人同时给画家下了安眠药。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查出神秘人是谁，以及他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。而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信息可以判断，前妻的嫌疑很大，因为他知道画家对安眠药过敏，并且他的电脑里有保险柜的草图。同时，堂哥和发小也很有嫌疑，因为他们和画家都非常亲近。现在必须查清楚他们在事发之前是否知道画家的这个考验。与此同时，堂哥看着和父亲的合照陷入了回忆。15年前，父亲带着自己来到画家的豪宅，说是有事情要和大伯商量，让自己在门口等着。可他在门口等了一整天也没见父亲出来，直到深夜，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满头鲜血被抬上了车，而抬走父亲的人正是画家和他的发小。虽然亲眼看到了这一幕，但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。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他选择了法律专业，成为了一名法学生。这次来给大伯庆祝生日，其实也是有备而来。在每个人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，除了偷听到一些八卦之外，他也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。15년 동안 네 뒤치다거리 했으면 됐잖아. 제발 부탁이야. 나도 이제 사람답게 살고 싶다고. 제발 그 똥이 좀 돌려주라. 대체 언제까지 그걸 미끼로 날 붙들고 있을 거야? 시끄러. 쓸데없는 소리 하지 말고 얼른 방으로 가. 阿俊忽然想到，爸爸当初在进入豪宅之前，确实带上了一个录音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找到这个录音机，就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。于是阿俊立刻来到画室，在画室的暗门里仔细的翻找，终于在一个尿壶里发现了这个带血的录音机。 형이 어떻게 동생한테 사기를 쳐? 당장 부자금 돌려줘. 지금 당장 돌려줘. 안 그러면 우리 회사 부도난다고. 이모가 형도 그러는 거 아니에요. 지금 당장 고소할 테니까 그렇게들 하세요. 이모가 얘 죽여면 진짜. 时隔15年的真相终于揭开了，父亲被画家的发小失手打死，然后连同大伯一起把父亲埋在了某个地方。这一刻，阿俊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，决定要为父亲报仇雪恨。他偷偷将录音机放在了发小的桌上，等发小心虚想要销毁证据时，忽然出现，然后质问他当年的罪行。眼看事情被戳穿，演了15年老好人的发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听着发小刺耳的抱怨，阿俊忍不住拿出了匕首。就在他即将犯下大错的瞬间，前妻忽然出现制止了阿俊。 안 돼. 이러지 마. 이런 식으로는 아무것도 해결할 수 없어. 어리석은 선택하지 마. 就这样，发小趁乱赶紧溜了。而另一边，在画室的几人都想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遗产分割中，画家把20%遗产分给了人国财团。这个财团到底是什么呢？虽然画家从来没和家人提过这个事情，但家里的保姆却一清二楚。因为当年保姆在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刚好听到了画家和发小的对话。原来，这个财团是画家自己偷偷创办的。自从阿俊的父亲失踪之后，画家利用这个财团大批收购自己的画作，等到这些画作价格暴涨以后，再重新放回市场。不仅如此，画家还承诺自己死后会将这个财团交给发小掌管。这样一来，发小就能得到画家遗产的30%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小会在画家手下任劳任怨15年。
回到房间后，慧珍从那段视频的后续中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。没想到，这个一脸老好人样的发小竟然偷偷换了遗嘱，把原本放在大钟里的遗嘱换到了保险柜。这下整个事情就说通了。画家原本写信是为了做一场考验，把遗嘱藏在了大钟里面，可前妻却在这封信中加入了另外一张保险柜的指示图。发小将遗嘱转移到保险柜之后，收到信的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用安眠药。5颗安眠药产生的过敏反应让画家当场归西，所以整件事的幕后黑手很有可能就是这2个人。与此同时，被戳穿的发小也不打算再装了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他准备上电视台公布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而此时的小雅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又一个巨大的反转从天而降。信封里面是几张小雅的照片，而照片的日期正是画家被害的当天。没想到除了这几位，画家被害那天小雅也曾在案发现场，而警方推测注射毒药的时间正是那个时候。天啊，这个小雅藏的也太深了。面对所有人的质疑，小雅有苦难言，只能回到房间后将事情告诉了妈妈。原来在父亲被害的那天晚上，她忽然收到一条父亲的短信，让她凌晨4点来工作室见面。当时母亲跳上床的那一刻，其实小雅醒着，她等母亲睡着以后，偷偷来到爸爸的工作室，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，于是她只好去爸爸的卧室看看。果然，爸爸当时已经睡着了。很明显，小雅被有心之人摆了一道，目的就是为了将注射尼古丁的罪名扣在她的头上。妈妈长舒一口气，只要女儿没干出格的事，妈妈一定为你找出真相。而另一边，本剧最大的反转也出现了，发小跑到电视台公布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유인호 작가의 모든 그림의 밑그림은 모두 제가 그린 것입니다. 그리고 그 아이디어 또한 제 것이었고요. 说完，他便拿出了自己的一幅画。就在这时，主持人收到了阿俊的举报，当场揭发了发小15年前杀害阿俊爸爸的事实。刚开始发小还死不承认，可确凿的证据加上主持人的步步紧逼，发小已经变得神经兮兮了，只会重复那一句。 그 유인호가 그린 모든 그림은 그 제가 그린 그림입니다. 물론 그 아이디어도 모두 제가. 最后恼羞成怒，愤然离场。这件事情很快冲上了热搜，前妻被这个猪队友气得差点晕过去。这家伙竟然傻到去电视台干这种事，这不是拉自己下水吗？另一边，慧珍带着女儿来到画家的工作室，试图寻找那个偷拍小雅的凶手留下的线索。他们无意间在柜子上发现了一瓶颜色不一样的液体，慧珍好奇地拿起来闻了一下，没过几秒竟然晕了过去。保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也闻了一下，结果也倒了。原来这就是当晚注射在画家体内的尼古丁。而忽然出现的发小看到这一幕，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了一切。等两人从昏迷中醒来，画家的弟弟依然怀疑这是母女俩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为了保住继承遗产的资格。 그입 닥쳐. 우리 빛나 건드리기만 해봐. 누구든 가만 안 둘 테니까. 母亲的这番话充满了震慑力，可小雅却说 엄마도 결국 유산 때문이잖아. 내 누명 못 벗기면 유산 못 받으니까. 그래서 그렇게 뛰어다니는 거잖아. 此话一出，慧珍的心顿时凉透了，并且扬言再也不管女儿了。可没过多久，慧珍就又在前妻写的小说中发现了重要的线索。在她最新的一部小说中，里面的故事原型和这个家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，也是主人被毒杀，也是这么一连串离奇的故事。这难道还不是确凿的证据吗？可对于前妻来说，这样的证据根本不算什么，于是把她赶了出去。另一边，小俊为了给父亲报仇，一路跟着前妻来到了一家餐厅，偷听到了前妻和发小之间的谈话。 인국 사건은 곧 잠잠해질 거예요. 혜준이도 날 믿고 있으니까 모든 일이 계획대로 잘 끝날 거예요. 果然，前妻和发小是一伙的。于是阿俊立刻来到前妻的房间，试图寻找他们的犯罪证据。最后果然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小雅的照片。原来当晚偷拍小雅的人就是前妻。正在这时，前妻刚好回来，阿俊二话不说带着照片冲出了房间，并且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小雅。 아무래도 큰엄마랑 정국 아저씨랑 너 유산 포기시키려고 작업한 것 같다. 眼见事情败露，前妻立刻打电话联系发小，让他赶紧回来背锅了。 그날 작업실 빛나 사진 당신이 한 거잖아요. 당신이 그 일까지는 해결해 줘야겠어요. 그날 새벽에 작업실에 당신이 있었다는 걸 알려요. 可怜的发小被画家奴役了10几年，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，却还要继续遭受画家前妻的威胁，榨干每一滴利用价值。这回发小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将这件事情的所有记录拿了出来。如果前妻敢背叛自己，就把所有秘密公之于众。可前妻却微微一笑，因为他知道发小根本没有这个胆量，不然也不可能被画家奴役15年。听到这话，发小终于彻底爆发了，他立刻来到所有人面前，大声承认了自己15年前的过失杀人，还有如今的密谋杀人，这都是他的杰作。当初扔花盆、用高尔夫球杆打小雅的也都是他。
为了嫁祸小雅杀人，他假冒画家的身份约小雅来画室，然后拍下照片，紧接着去给画家注射了毒药，这都是为了让小雅失去继承权。紧接着，发小拿走了客厅里那幅价值连城的油画。이거 내 그림이야. 내가 그린 내 그림이라고. 由于发小对红色颜料过敏，所以这幅画一直还是半成品。但此时的发小再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他亲手为自己的杰作添上了最后一笔红色。在临走前，他将自己和前妻犯罪的证据交给了小雅，然后扬长而去。但没过多久，发小全身开始出现过敏症状，浑身上下长满了疱疹。他立刻停下车，可此时的过敏症状越发严重，导致他出现了呼吸困难。因为身边没有人采取急救措施，发小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杰作面前。而另一边，小雅翻开了发小留下的记事本，也终于知道了所有的真相。其实一开始，画家只是想利用一场送信的游戏来判断家人对自己是否是真心，还找来了前妻和发小一起商量。结果两人来了个顺水推舟，利用这场游戏杀害了画家。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发小为什么要杀掉画家，那么前妻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原来在25年前，前妻因为不小心流产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她本想把这件事告诉画家，可画家却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之后还和慧珍搞上，生下了女儿小雅。这一连串的渣男行为彻底伤透了前妻的心。可就在前年，画家被查出患上胃癌，前妻为了照顾画家，又再次回到了这个家，和这个小三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还要照顾小雅。试问一个正常女人怎么能忍受得了这样的事？所以两人才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干掉画家。得知父亲是个这样的渣男，小雅一把扯下父亲的油画，狠狠地摔在墙上。可没想到里面竟然还藏着另一幅画，上面画着画家和前妻还有他们的孩子。前妻看到后彻底崩溃了，原来画家早就知道自己流产的事情，这也就解释了画家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已经痊愈的事情。他只想和前妻继续生活下去，他的心里依然有他。在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，小雅决定将犯罪证据交给前妻，让他自己去自首。可这样的方式却让前妻更加痛苦。 선택을 하라는 둥 어쩌라는 둥 그 앙큼한 구석 네 아빠 쏙 빼닮은 것 같아서 끔찍하니까. 等小雅走后，前妻翻看着自己之前的种种恶行，笑出了声。因为镜子里的自己早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怪物。第二天一早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画家的弟弟连夜偷走了画家的遗书和所有油画，打算在当地举办一个拍卖会，对付这样的人渣。小雅和堂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与其继承这点不光彩的遗产，不如用来造福社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画家的作品都是由其他人代笔的。如果将这件事公之于众，那么画家所有的遗产都会变成脏钱。如此正义的二人组才不想被这些脏钱侮辱，所以他们决定拿到遗产后就把钱捐给社会，也算是为画家积德了。听到这个想法的其他人自然非常抗拒，可在主角光环的一再洗脑之下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同意。虽然一分钱也拿不到了，但此刻所有人的心里都多了一份坦荡。制定好计划后，正义6人组开始行动。他们乔装打扮，顺利混入拍卖会场。小雅和慧珍负责向馆长揭发弟弟的真面目，阿俊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，将这些年画家代笔的真相在拍卖现场放了出来。真相大白后，竞拍者们纷纷气愤离场，只留下画家的弟弟一脸懵逼。最后，前妻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恶行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画家的弟弟当起了幼儿园的绘画老师，而一向物质的慧珍也放弃了暴富梦，在便利店打工努力生活。所有人都各奔东西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然生活不容易，但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开心。这部时迟一饭采用了独特的题材，利用剧本杀的形式将悬疑感直接拉满，全程烧脑且反转不断，紧张刺激的背后更是将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故事的最后，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：这部剧加上画家一共只有9个人，可剧名却叫时迟一饭，那么第10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图给你们了，赶紧数一数吧。